自从发现大阪到名古屋的车程只要50分钟，跟我平常从桃园到台北的时间差不多，我就决定只要有空档就要安排一个名古屋独旅。看一下，冷房吧。到饭店了，我这次住的是 Sodetsu 香铁，我觉得蛮好的耶，很干净，然后好像也没什么好挑剔的。我这次住这个单人房，一个晚上大概是1500，如果是2个人住的话，就真的很划算。我一个人稍微贵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以这个品质来说 ，CP 值很高了。然后我现在很看不惯我的头发，我头发现在有点就是卷卷的，可是好像看起来怪怪的耶，就是怎么会这样？我其实是最近想要试着，我有买那种波浪夹，就是可以把头发夹成波浪状。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有一点失败，是不是？还是我绑起来会不会好一点？就想说偶尔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造型，但我还在练习，还不太会用这个东西，之后应该会越来越熟练。然后这次晚餐有一个我非常非常想吃的，就是味仙台湾拉面，听说它在名古屋还蛮有名。为什么叫台湾拉面？好像是因为他的老板是台湾人，就是台裔日本人。老板他当年呢接手家里的名古屋料理店，然后他一开始是想要做像是台湾蛋仔面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后来他就是自己改良，然后又把它变得更重口味，所以可能算是麻辣版的蛋仔面的感觉吧。然后听说非常的辣，可是我想说日本人不是不爱吃辣吗？还是说他可以做不辣？不知道欸，等一下去吃就知道了，我还蛮期待的。味仙虽然是一间台湾料理餐厅，但也融合了日本以及名古屋在地的特色。在名古屋几乎到处都能吃到炸鸡翅，但味仙的鸡翅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它外皮裹着微甜的辣酱，咸香中又有一点刺激，非常下饭。我觉得蒜炒青菜也很不错，香气很足，只是整体的口味偏咸一点点。鸡翅跟炒青菜都比较适合配饭吃，但我就没有再多点白饭了。然后当然我也点了招牌的台湾拉面，但我点的是减辣版 American。 这个减辣版拉面我觉得大概是台湾小辣的程度，味道我觉得还不错耶，确实有一点像是比较辣的蛋仔面。然后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吃法，就是另外再点一个生鸡蛋，然后把拉面像沾面一样沾着蛋液一起吃。那个蛋液会稍微稀释拉面的辣度跟咸味，然后又多了一层温润的蛋香，入口也变得更滑顺。我觉得这种台日混搭的吃法超赞。现在吃饱了哦，好好吃哦，不知道是它真的很好吃还是我太饿。
但我觉得它没有愧对台湾拉面这个名字，就是吃了不会觉得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用台湾这个名字丢台湾人的脸？不会，吃完之后就觉得OK， 可以，有不错。我现在再去便利商店买一点喝的跟小零食，然后就回去休息咯。这个 mini stop 好像在关西没有看过欸。买了カルピス牛乳クッキーチョコ巧克力饼干，这个我没有吃过哎。来，你吃一个。这种东西不会难吃的。先把牛奶冰起来，明天早上喝。我很喜欢，就是拿他们饭店的红茶或是咖啡来泡，然后再自己加牛奶，自制奶茶。干杯！它不太甜欸，这可尔必斯不太甜，它可能是做减糖版的。好幸福哦！不知道你去日本旅行，通常都会去怎么样的地方呢？除了会想要吃当地美食之外，还会想要去哪里呢？你是会去热门观光景点的人吗？明天我要去吉卜力公园，但是吉卜力公园的影片应该会放在下集，因为吉卜力公园很大，然后可能影片会比较长一点，这样子放在一起会太长，所以可能会放到下一周的影片。OK， 晚安。哎，起身啦！今日早餐食咩啊 ？Toast。OK。名古屋有一个蛮特别的早餐文化，叫做 Morning。很多咖啡厅只要在早上点一杯饮料，就会免费附上一份简单的早餐。像大家很熟悉的克美多咖啡，就是从名古屋发迹的。我这次来的这间店，除了有经典的小仓红豆吐司，还有一款我觉得很特别的黄豆粉奶油酱。你也可以选择2种酱混搭，而且就算过了中午都还可以吃到。小仓红豆吐司的甜度蛮刚好的，可以吃到一颗颗饱满的红豆。不过对我来说，它比较是我熟悉的味道。但是这个黄豆粉奶油就让我很惊艳了，它的香气很浓，有一点像花生酱，口感带着细细沙沙的颗粒感，我非常喜欢。下次再来的话，我会想直接点一整份的黄豆粉奶油吐司。另外我还点了一份当日的小份意大利面，虽然是奶油基底，但是吃起来意外的很清爽，不会太腻。整体来说，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早午餐啊，真的很难得可以在日本吃到这种丰盛的早餐，超级开心。我刚刚出来被他吓到。
茶ホットのホットで1180円でございます。キャッチピース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我查了一下这个热田神宫的历史，觉得很厉害哎。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元113年，所以它有1913年的历史了，将近2000年的历史，哇，太神奇了！这个热田神宫它供奉的是 Kusanagi 剑，那这把剑是天照大神的化身。然后我就问 Gemini 说：“那大家是看得到这把剑的吗？”他说完全看不到，就连日本的天皇或是很高阶的神职人员都没有办法看到这把剑的真面目，这是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是说，江户时代有几个神官出于好奇，就偷偷打开了放神剑的那个箱子，然后没有过多久，这些神官都染上怪病或是发生意外死了，是禁忌就对了。来吃吃看这个，他们有在卖这个饅头，拔丝地瓜。真好吃。我今天吃太多淀粉了，但吃淀粉真的是很爽。逛完热田神宫之后，我就来到了这间杂货店。我觉得这间店也算是名古屋蛮有人气的观光景点了，很多的外国旅客也都会来这里逛。店里面有很多家饰品、生活杂货跟文具。刚好我又特别喜欢这间店的风格，逛到整个人出不来。He tells me I'm pretty, don't know how to respond. I tell him that he's pretty too. Can I say that? Don't have a clue. With every passing moment, I surprise myself. I'm scared of flies, I'm scared of guys. Someone please help. 'Cause I think I've fallen in love this time. I blinked and suddenly I had a valentine. Bum ba da, ba da ya ba ba d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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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ba da ya, ba ba da ya ba ba, ba ba da ya ba da, ba da ya ba ba ba. What if he's the last one I see? 晚餐我来吃名古屋非常有名的石场味噌猪排，刚好本店就在刚才的杂货店附近，走路过来大概5分钟吧，超级大一间，而且它竟然有自己的动画，超可爱的。
我点的是招牌的双拼炸猪排，上面是秘传的味噌酱，下面是一般的猪排酱。我觉得味噌酱比猪排酱好吃很多，它的味道很浓郁，带着一点甜味，但又不会死咸，是可以沾满满的吃。我在日本也吃过蛮多次炸猪排的，但我是第一次吃10场味噌猪排。我觉得这款味噌猪排已经变成我心中最爱的炸猪排了。但是唯一有一个让我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味噌酱要淋在猪排上呢？因为淋上去的话，猪排的面衣就会软掉，我觉得有点可惜耶。如果说味噌酱是放旁边，可以让我们自己沾，这样就能保留更多炸物酥脆的口感。还是说这是饮食文化的不同吗？日本人也会喜欢吃软掉的炸物这样吗？我也不清楚耶。但对我来说，如果这个味噌酱是可以自己沾的话，就是100分。哦，另外我必须要大力称赞一下这碗味噌汤。我的味噌汤有升级换成猪肉味噌汤，非常美味。我觉得它的汤头很浓郁，然后猪肉片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香，让整碗味噌汤的味道变得更有层次。我没有想到味噌汤也可以这么好喝。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这一趟名古屋旅行，我还有去吉卜力公园，下一集会简单分享一些吉卜力公园的心得跟我的战利品。那就谢谢你看到最后，我们下周见，拜拜。